人生下半场，做一个薄情的人。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：人越老越薄情，这是一种历经沧桑的成熟。当人有了足够的经历，见识过人性的凉薄后，他们会慢慢看清这人世间的真相。真正成熟的人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深情，把宝贵的时间留给自己。过度的爱会物极必反，带来负面影响，适度的薄情可以让生活更加平衡。一、对自己薄情，精简圈子。人在年轻时总是喜欢热闹，每天忙着打造社交圈，年纪大了，经历多了，才学会筛选朋友，开始明白让自己舒心就要对自己薄情。一次，何炅准备加李健的微信被拒绝，原因是李健用的不是智能手机，没有微信，更没有微信朋友圈。李健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，他正处于事业的快速上升期，各种演出和代言邀约如潮水般涌来。然而他却选择不接受任何采访，减少社交，甚至对那些纷至沓来的演出和代言也一一婉拒。他一直都活得很简单，本以为他大火了会对自己好一点，买房买车，没想到他有钱了，既不买房也不上网，家里依然堆满磁带。对于房子，他说那不是我的必需品，我觉得这样的自己更富有。其实李健不是装酷，而是学会缩小交际圈，不会随意融入不适合的圈子，更不会打乱自己的节奏。他拒绝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商演和代言，保证自己一年里有1/3的时间在娱乐圈销声匿迹，过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他从不炒作自己，反而把更多的时间专注生活本身，健身、看书、写歌、旅行，过着自律且自由的生活。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做法，你这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往河里扔啊！生活中的李健很自律，一周健身3至4次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在读书、听音乐，然后写自己的作品。成名后，他没有享受物质生活的丰盛，不买房，拒绝社交，看似高冷却又薄情的背后，却是对自己的负责，忠于自己梦想的坚守。李健对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有清晰的认识，他深爱音乐，因此在走红之后，他选择远离大众的视线，让观众逐渐淡忘他，只留下那些真正欣赏和喜爱他音乐的人。对外物薄情的人，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，能保持初心，避免迷失在别人的世界里，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独处和成长。他们不为了社交而社交，而是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。这种勇气使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内涵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最终变得更加强大。那些敢于保持薄情的人，实际上能够避免80%的困扰，精简了圈子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人上年纪，不妨对自己薄情一点，忽视他人的目光，专注自己的人生，才能过得自在，活得舒心。2. 对他人薄情，取舍自如。网上有一个问题：解决人际矛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底下有个高赞的回答：该翻脸时就翻脸。做人如果一味的善良，不敢拒绝，甚至不敢翻脸的话，自己就越来越容易被人当成软柿子捏。朱之文走红后，一些1年都难得见1次面的亲戚朋友突然涌现出来，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借钱。心地善良的朱之文出于同乡的情谊，他借出了几千甚至几万元，还为村里修了路，装了变压器，改善了健身条件。这几年里里外外又一共借给了左邻右舍200多万。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希望他的善举能够得到回报。可是朱之文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消耗，越来越多的人借他的声誉赚钱，他成了全村人的摇钱树，村民却不依不饶，骂他出名了不为村民办实事。朱之文的一个邻居前来借钱，一开口就要借20万。朱之文出于慎重，拒绝了这位邻居的请求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一块石头从墙外丢了进来，打碎了朱之文家的玻璃，碎屑飞得满屋都是，把朱之文吓得不轻。朱之文的家门曾多次被人踹开，更可怕的是春节的时候，很多人聚集在朱之文家门口，吵吵嚷嚷地讨要红包，
朱之文都一笑而过。一名来自河南的老人赖在朱之文门前不走，找朱之文要60万。可不管他怎么喊，朱之文始终都拒绝给他开门。毛姆有一个道理，心软和不好意思只会杀死自己。理性的薄情和无情才是生存的利器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薄情，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，还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所谓薄情，并不是对万事万物都毫无情感，而是理性做出选择。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必要的人和事时，我们可以选择薄情的处理，不去过分纠结和纠缠，当断则断，认真选择。在意那些值得在意的，推远那些让自己受伤的。用冷漠的态度对待，可以让对方看见你的锋芒，也能为自己保留最后的体面。在人生的下半场，我们会面临更多的选择，能够学会适度薄情，可以摆脱所有困扰，越活越明白。3. 越强大的人越薄情。蔡康永就鼓励大家成为一个薄情的人，而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从不参加别人的婚礼，不送生日祝福、节日祝福，从来不过生日、春节、圣诞节，遇到不想回答或不想相处的人，就赶紧找空隙溜走。该社交的不社交，该重视的不重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应该早就没朋友，被孤立，被骂无趣，没有仪式感，不合群了吧？可是蔡康永身边的朋友都是至交，看似不近人情，却正是如此，他收获了更多的真情和美好。到了一定年纪，认清生活的本质后，终于明白，没有人值得你小心翼翼的生活。选择薄情一点，是一种高级的生存能力。当你学会以下3个薄情的方法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。1. 拒绝力。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，如果一个人学会合理的拒绝，就能减少90%以上的麻烦，更能减少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。老友向刘同借钱，刘同果断回绝：“我有钱，但我不想借。”刘同解释道：“之前我借钱给朋友，结果闹得很不愉快，所以我定下了规矩，不再和朋友有金钱往来。”拒绝低层次的快乐，远离低能量的圈子，避免无意义的内耗，勇敢迈出行动的步伐，你才能走向坦途。2. 屏蔽力。所谓屏蔽力，就是一个人排除和屏蔽掉无用信息和外界干扰，回归本心的能力。莫言或诺奖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新作品问世，许多质疑声音传来，他选择了销声匿迹，屏蔽外界评价的影响，安心做自己该做的事，所以才有了新的突破。唯有懂得有选择性的屏蔽，才能专注自身，过好生活。漫漫人生路，屏蔽掉不必要的关系，坚定内心，专注于走自己的路，就会少去许多烦恼，更加热爱生活。3. 清零力。极简力一书中说，清理掉你的缓存，适时把自己归零，就会不断追求卓越，在归零之后再取得新的成绩。消耗你精力的不是工作，而是工作中要应对各种人际关系，处理人与人的交往。汪涵把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删掉了。汪涵认为，删除好友后，生活会变得相当轻松，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，自在的一塌糊涂。拥有随时清零的能力，不再被各种因素画地为牢，限制自己人生的可能性。为生活做减法，不纠结过往，人生才能轻松自在地享受当下。苏格拉底说，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越努力越焦虑，想要的和得到的也总是事与愿违。或许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人生陷阱。如果不懂得及时辨别，免不了多走弯路，遭受伤害。及时避开这4个陷阱，即使面对惊涛骇浪，也能游刃有余。1. 轻易诉苦等于2次伤害。郭德纲说过一句扎心的话，不要逢人就诉苦，人心难测，看你笑话的人永远比在乎你的人多。那些轻易把伤疤揭开给别人看的人，无异于把匕首交到了别人手中，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机会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
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若想要避免二次伤害，与其四处诉说，不如闭上嘴巴，做自己的摆渡人。网友拉菲有过一段深刻的经历。拉菲新入职一家公司，同部门一位年龄相仿的姐姐对他照顾有加，他们很快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关系熟络后，拉菲也经常带自己的男朋友和同事一起吃饭、逛街。一天晚上，拉菲意外发现男友背叛了自己，男友不仅没有歉意，争吵中还对拉菲大打出手。拉菲一气之下跑去了同事家中，同事听完了他声泪俱下的控诉，不厌其烦地安慰他，开导他。经过此次之后，拉菲自以为和同事的关系亲密无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拉菲和同事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，彼此都不愿意让步，争吵愈演愈烈。最后同事说：“难怪你男朋友会出轨，真是蛮不讲理。”这一字一句如同钢钉一般扎入拉菲的心，他觉得不可思议，自己的倾诉到头来却变成了别人伤害自己的武器。网络上有一句很火的话：不要向任何人诉苦，因为80%的人不关心，剩下20%的人听了会很高兴。你的委屈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你的困苦在别人心里也许只是个茶余饭后的笑话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，每个人都有无法言说的苦楚。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陪你熬过寒冬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守护你的伤口。与其四处寻求安慰，不如学会独自熬过黑夜。苦楚最好的结局不是展示和诉说，而是化为内在的力量。当你的伤疤长出新的血肉，独自熬过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，别人也将无法伤害到你。2. 指望他人如同步入深渊。莫泊桑在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若瑟夫的叔叔叫于勒，于勒年轻时将家里的财产挥霍殆尽，被送往了美洲。到了美洲的于勒说自己发了大财，还写信说要补偿若瑟夫一家。接到信的若瑟夫一家如获至宝，这封信如同这个贫困家庭的福音书，一有机会就被拿出来念一念。自此，生活致富的希望被寄托在了远在美洲的于勒身上。若瑟夫全家无不盼望着有钱的于勒早日归来，他们甚至拟定了于勒回来后的上千种计划，具体到了怎样依靠于勒来购置一幢别墅，父亲也能如愿以偿地挤入上层社会。每每看到轮船进港，父亲就会说，于勒要是在这艘船上，那该有多好。10年过去了，他们一家依然沉浸在那封信的幻想中，直到在一艘船上偶然碰到于勒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于勒并不是什么大富豪，而是一个衣衫褴褛、卖牡蛎的老水手。那一瞬间，若瑟夫一家的美梦破灭了。就像作家郑渊洁说过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。如果若瑟夫在这10年里能够自食其力，而不是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补偿，或许早就生活富足了。退一万步，即使于勒真的变成富豪归来，若瑟夫一家真的能从此衣食无忧，步入上层社会吗？我想，答案依旧是否定的。因为依靠别人，本身就是将自己推入深渊。凡是指望别人，注定是一场灾难，靠自己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。因一篇志血爆火的寒门学子黄国平，靠自己一步一步改写了人生的轨迹，最终踏进了中科院博士研究所的大门。自小因病脑瘫的余秀华，命运给了他最坏的剧本，但他靠一支笔改写了自己最精彩的人生。别人的阳光再耀眼，也晒不干自己的阴霾；别人的成就再伟大，没有半分属于自己。唯有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出口，才能迎来生活的曙光。3. 依赖经验，犹如自困牢笼。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，我们总是习惯于第一时间求助过往的经验，但是过去的经验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难题。正如英国诗人科尔律治说，经验犹如航船上的尾灯，
只照亮已经驶过的航程。如果一味依赖经验，就只能像一只思维僵化而困在原地的茧，等待被淘汰的命运。贵格公司曾经以高昂的价格收购了加德勒，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，让公司成为了大赢家。这个成功的经验被公司总裁史密斯·伯格视为一个模式，决定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企业并购。然而，当史密斯·伯格决定以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斯勒堡公司时，他的投资银行顾问和分析家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这笔收购的风险太大，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压力。但是，史密斯·伯格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，而是相信自己的收购经验。结果，这个决策几乎耗尽了公司的元气，贵格公司最终破产了。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经验，最后很可能变成困住你的陷阱。杰克·韦尔奇，通用电气公司的传奇首席执行官，被誉为全球第一首席执行官。他在执掌公司期间创造了惊人的成功。他将公司市值从130亿美元增长至4800亿美元，这一壮举令无数人叹为观止。有人建议他将自己的经验写成书来分享给世人，但杰克表示，他的经验都在垃圾桶里。他从不将工作经验存档，甚至要求公司定期清理内部文件。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避免员工过度依赖过往的经验和处理方式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解决问题。成功不能只靠对过往经验简单复制粘贴，人生也从来不是既定方向的轨道。在人生这片旷野上，我们会遇到诸多的不确定性。一味贪图经验所带来的便利性，只会被碾压在迅速变化的时代车轮之下。唯有破除经验主义思维，向内探索，向外思考，才有机会探索到旷野之外更大的天地。4. 局限认知，终被锁入底层。纪录片《人间世》里有这样一个片段：36岁的戴象群正当盛年，但医生取出他的肺后，肺像块石头一样，怎么也切不开。原来，为了每个月多挣1-2千块钱，他选择在每天粉尘飞扬的环境里做一名磨砂工。可是这份钱赚了不到10年，他的肺里就吸入了大量的钨合金，平时连呼吸都感到困难，只能靠氧气机维持生命。即便是手术，其费用也高达70万元。戴象群的身体状况让我们感到惋惜，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那句感慨万千的话：有时候耽误你的不是时机和运气，而是你的认知能力。原以为每个月能多赚一点钱，却不知最后失去的更多。到最后才明白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低水平认知。《非诚勿扰》的主持人孟非在高考落榜之后，也曾依靠出卖劳力来维持生活，做过搬运工、印刷工、送水工，也去摆过地摊。然而他渐渐发现，再怎么辛苦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，而且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老板的责骂。在一次印刷厂工作中，连续上了2个夜班的他，因为太过疲倦，不小心打了个盹，结果左手被卷进了机器中，手指差点被夹断。这次的经历让他开始思考，赚这样的辛苦钱真的有意义吗？于是他果断选择改变现状，拿着所有的积蓄参加了成人高考。他边打工边学习，虽然被人嘲笑，但他没有放弃。坚持了2年之后，他顺利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他还自学了剪辑和配音，经常在各大电视台里穿梭，做各种打杂的活计。从摄影到采访，再到编辑撰稿，他几乎把台里的工作全都做了一遍。最终在2010年，他抓住了《非诚勿扰》这档节目，成功跻身主持界的金字塔尖。很认同一句话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，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一个人只有不断打破原有认知，突破思维桎梏，才能做到真正的改命。人生路上，困难一关，迷茫一程。与其将自己的伤疤揭开寻求安慰，不如在沉默中厚积薄发。
与其幻想别人做你生活的救世主，不如做闪闪发光的自己。与其希冀过去经验能照亮未来的路，不如主动扩容，为自己赋能。与其被低水平认知锁在底层，不如拆掉心里的墙，创造更多可能。岁月滚滚向前，愿你我都避开这4个陷阱，不再和人性较劲。往后余生，愿你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迎接生命的曙光，活出绽放的模样。薄情的人并非无情，而是更加珍视自己的情感和价值。他们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，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和勇气，敢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所以，当你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和挑衅时，不要害怕展现出你的薄情，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，活出真我。从学会薄情开始，把自己还给自己，把别人还给别人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。因此，当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学会做一个薄情的人，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情感和价值。薄情不是无情，而是一种理智的选择，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，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。做一个薄情的人，对自己薄情，减少无谓的社交，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；对他人薄情，不轻易被情感绑架，保持独立和理性；对世界薄情，不被表象迷惑，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正如蔡康永所言，选择薄情是一种高级的生存能力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学会适度薄情，在保留自己的同时，找到真正的自由与平衡。愿你在薄情的智慧中活得更加自如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愿你在人生的旅程中永远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